看来要哀家亲自去请了，看谁还要阻拦，谁都不许跟着。秋萍，走。诺。等等！哪来的拦路狗，竟敢冒犯太皇太后！西门仆夜段宏，奉皇室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。圣谕，你知不知道此乃皇上的亲祖母，就是皇上亲临，也需称臣服命啊！啊！无论是谁，臣识君之路，只知死守军令。好，你既然一心求死，哀家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在，拖下去斩了。够了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段仆夜确实奉了皇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求太皇太后开恩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你这个妖女，迷惑皇上，还假传圣旨！来人呐，将魏姬一并拉去处斩，统统拉下去斩了！太皇太后！混蛋哥不要！皇上不在兰陵殿。皇帝在哪儿？孙儿在此。再见，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是皇上。太皇太后金安，皇太后万安。太皇太后，孙儿离宫，亲自去了河南，查缉案开仓之事。既是查案，光明正大，又何必故弄玄虚？彻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母母后，河南太守陈器告急案，擅发军粮，孙儿深觉不妥，但不想奸臣有机防范，只有假以闭门，暗网查查。朝臣指急案，擅发军粮，引致军心不稳，所以孙儿执意到边防查查，却发现李将军。臣在。你来说。禀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臣带兵镇守边疆多年，多是本郡征粮，甚至兵将自耕，从未动用荆棘3禾粮草。河南太守陈器诬告急案，其实是记恨私卖储粮，谋利不成，却罔顾受灾百姓的性命。孙儿已把如此奸佞之徒就地正法了。杀得好！另外，路上查知，济川王刘明称上贡之物受损不能缴，其实私相授受，更杀害欲告密的中尉。孙儿深知祖母仁厚，不忍杀宗族子孙，故派段宏传旨，废弃王位，贬为庶人。不孝子孙，死不足惜呀！难得皇帝仁德宽厚啊！孙儿先前出外视察，也知道有官员以权谋私，没想到狂妄至此。如今终明白陈器等人为何陈词激昂，反对新政，原来是怕新制之下难以与官员疏通，无法中饱私囊。孙儿此次要还急案公道，更要推行新政，严查所有郡国官员的贪赃之事。太皇太后，陛下，臣等定当尽早商定新政细节，也商讨一下将来军饷的运送。朕觉得，由金鸡供应军粮，免地方重担也是好事。李将军，就请你与众卿下去好好商议。臣等告退。急案留下。臣在。段宏、臣在。魏姬、奴婢在。堂下3人
一个擅自开仓，一个挥剑犯上，一个隐瞒顶撞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其实都是孙儿。哀家不是问你，是问那个连皇后也敢阻拦，哀家的懿旨也敢违逆的人，是不是3个都该死啊？嗯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奴婢以为，一个该赏，一个该放，一个该杀。那哀家问你，谁该赏，谁该放，谁又该杀呢？说！臣以兵刃对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臣脚趾开仓，牵连段仆射与魏姬，臣该死。祖母，孙儿让魏姬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百姓饥寒则不畏死，不畏死则弑君之危莫如，天下乱之始也。汲黯虽交之有过，但其放粮之举，抚黎民于水旱之患，止祸乱于未发之前，显皇上以仁德之名，应记一功，功过相抵，该放。那谁又该赏呢？昔日，宋国被楚国围攻，解阳受晋景公之命救宋，不料途中被楚庄王擒获，反要他复宋劝降。解阳假意答应，脱险后却宁死也要从晋君命，而被楚庄王。解阳坚持承命为信，最终楚庄王赦之，而晋君绝之。今段宏受皇命，背礼而承命，忠君而信诺，该赏。那该杀的，就是你了。兰陵殿闭门拒客，虽是对君上守诺，但欺瞒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却非圣意。奴婢作为臣下，作为晚辈，令2位太后奔波伤神，难辞其咎，该杀。说得合情合理呀，母后。如此说来，汲黯是该放，段宏是该赏，哼，魏姬是该杀。祖母，魏姬助孙儿查办奸佞，虽然欺瞒2位太后，却情有可原。好一句情有可原呐！那皇帝的意思是，这魏姬是该赏，更该放了。既然只是情有可原，而不合法理孝道，自然该罚。就罚魏姬1年内不予封号，着令继续学习宫规宫礼，以彰显太皇太后仁慈。好，好，好，彻儿，那2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？汲黯开仓赈灾，功过相抵，迁为荥阳令。段宏冒死守命，忠信可嘉，赏金500。你等3人还不快谢恩？谢太谢皇太后，皇太后，皇上隆恩。温凉恰宜，果甜浓郁，酒香四溢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再不是祖母强拉硬抱，
都坐不住的毛躁小子了，越来越有人君之谊了。是祖母教导有方。这一口温酒，只是水、火和果肉的交融，尚且要细心慢煮，何况错综复杂的国事呢？祖母是指孙儿处置以权谋私的陈气和刘明太过分。奸佞之臣，杀以警重，处置得宜，皇上统帅百官，管理朝政，君主立威，更是无可厚非呀。谢祖母，孙儿今后定当尽心尽力，让百姓依风始祖。彻儿有此决心，祖母就放心了。把你祖父与父皇的基业交给你，只是立国策，不同于执法，不能一步登天。祖母还是不赞成孙儿除旧弊，行新制。治国如饮热酒，喝得过急只会烫嘴伤身，先小尝室温，不急慢饮，才能暖胃怡情。是，祖母。祖母并非要阻你行事，只是哀家身历三朝，深感人心难测，众志难统。为君者若不谨慎，不得百官拥戴，往后的事只会更难呐。孙儿明白，那孙儿就不着急，先找个郡，试行新政，行之有效，再广而推之。这酒真是越饮越香醇了，酒好，心情就舒畅。哀家倒是颇想听听曲儿了。白明，在。备琴。诺。来，叫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嘀咕，怎么不用我进寝室？皇上既然在，收拾整理不是更需要用人吗？哎呀，原来是这么一出戏呀！说明你这个人信不过，怕你知道了会坏事嘛。你又信得过？你又知道皇上一直不在吗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大家惶恐不安了。子夫跟段大哥这次能够平安回来，大家就应该好好的、开心的庆祝。今日能够庆祝，最要感谢的是段大哥。如果没有段大哥舍命拖延，子夫啊，早已成为刀下魂了。我只是受了皇命，都是都是魏姬在危急关头舍身相救，段某敏感妩媚。我视段大哥为亲兄，莫说段大哥是为我而犯险，就是你遇上危险，我也断不能坐视不理。好了，姐姐，段大哥，你们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们就是一家人嘛。我无亲无故，你们确实就是我的家人。就是嘛，我相信终有一天，一定会与父亲团聚的。
其实段大哥跟我们互相照顾，大家早就像亲人了。对，像亲人一样。为了亲人，为了一家人，叫。魏姬，皇上召你现在到飞长殿见驾。有劳了，我即刻过去。如今皇上才是我们子夫最亲的人呢。哎，我们全都是亲人啊！子夫，你快去吧，我们继续啊！叫，来，叫。虽然暂时没有正式封号，但喝过这杯酒之后，你我就是夫妻了。陛下怎么能这样讲？陛下的正妻是皇后。皇后，名分上确实如此，可在朕心里的是你。当初叫你闭门拒客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当时朕一想到你会为这事免不了受些罪，这怎么算是受罪呢？你几乎连命都丢了。可陛下不也赶得及回来救我吗？看，我完好无损，丝毫无缺。子夫啊，在我心中，不管名分如何，你才是我相知相交的妻。皇后是皇帝的正妻，而你，但愿与你放下身份，做一对朴实绵长、互相扶持的平凡夫妻。朕出宫体察民情时，见到有老妇将罗英视为珍宝，舍命相护。细问才知，民间视此物为女子出嫁的象征，我就命知事做了一条送给你。在子夫的故乡，女子出嫁，母亲会一边叮嘱，一边为心腹系上罗缨。只可惜，子夫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你当初进宫的时候，连个正式的仪节都没有，这罗缨就聊作弥补吧。子夫为我系身，我为子夫系罗缨。陛下，当年高祖皇帝与戚夫人也曾以五色缕相机定情，名为相连爱。送你此物，也是以一缕细丝，尽系你我一生情分。但愿执君之手，扶持到老。如今朕内有贤妻支持，祖母信任，外有段宏吉案等忠臣守护，朕定要有所作为，不辜负你们的舍身相助。段宏哥哥送给你。子夫，段宏哥哥，我在这里。子夫，段宏哥哥，我迷路了。你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你不是说北斗星可以指出方向吗？可是现在看不见星啊。虽然没有星，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北斗星啊。好啊，走。我视段大哥为亲兄，
莫说段大哥是为我而犯险，就是你遇上危险，我也断不能坐视不理。为了亲人，为了一家人，叫！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段仆夜将这发丝细心保存，必有什么特别意思吧？莫非又是什么民间习俗？是。民间习俗还真不少。看此发丝，有粗有细，非一人所有。难道是与夫妻情缘有关？是男女定情之俗。你将此物随身携带，想必它的主人是你朝思暮想之意中人。到底是谁？是臣数年前戍守边关时认识的女子，我俩相好，便按当地习俗结发。是关外的习俗？啊，既然牵肠挂肚，连结发都放不下，那何不结成连理？你是朕的忠贞之臣，朕为你赐婚。不，臣不敢，为陛下死忠，乃分内之事。何况那女子已嫁作人妇，想不到你如此痴情，念念不忘已做他人妇的女子。往事已矣，朕替你好好留意，物色个好女子。谢陛下，臣已无心情爱，求陛下也别放在心上。看来那女子伤你伤得很深。那好，你以后若有意中人，只管说来，朕即刻为你赐婚。谢陛下。本来朕今日心情大好，带了琴，想邀你合奏。不过既然你……臣不想扫陛下的雅兴。陛下既有琴，臣就跟陛下相和，正好断了这相思苦。也好。制琴。诺。今晚我们只奏激昂励志之乐，朕要扫走你一切忧伤。谢陛下。叫你来，是因为太皇太后赏赐了这上好的菊花露，想让你也尝尝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。这花露之味，入口时一苦一涩，可待此味蔓延后，甘怡之味也随之而来。魏姬，你入宫后也经历了不少风波，辛酸苦楚比比皆是，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奴婢本是一名歌姬，从未想过要博取何等尊荣。今日能坐于花海中，与皇太后和公主共饮花露，已觉万幸。你若喜欢，这汤露我便悉数赏你。既是赏你的，还不快谢恩？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。这层层屋檐，一殿隔一殿，离皇帝所居的飞长殿看似不远，可大多数人却要走上几年，甚至几十年。高祖以来，后宫佳丽多不胜数，可真正能得圣宠的，又有几人？有些人总能捷足先登，有些人紧追慢赶，却难以窥见帝颜一面。魏姬能有幸得皇帝专宠，这固然好，但也别开心过头。可知道，正因如此，你便成了众矢之的。奴婢指望可以服侍皇上，实不敢专宠。奴婢感激皇太后提点，自会谨言慎行，与他人以心相待，以求和睦共处，避开一切纷争。我跟皇太后都明白，你从来无心起争端，
以后你事事小心就好。奴婢知道。说实在的，我最看重的是皇帝的安泰。若他一边为朝廷操劳，一边又要为后宫烦心，3天2头为一个宠妃奔走筹谋，这成何体统？母后，奴婢谨记教诲，定不会再让皇上烦心。奴婢虽无力掌控人心，却有心掌控自己，绝不会出位僭越，恃宠生骄。望皇太后明察。这就好。思和在。看船备好了没有？诺。今天风和日丽，皇太后有兴致想去游河。魏姬，你也来吧。谢皇太后。哟，妹妹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见过2位姐姐。妹妹采花做些香囊，原来是做香囊讨皇上欢心呐。你看，我们就是少了妹妹这份心思，怪不得不如妹妹那般得宠呢。姐姐误会了，妹妹做的香囊是送给姐姐们的。真的？真有那么好？妹妹可真有心思。哟，宫里什么时候多了这种贱草？就是啊，佳姐姐，你看这些草，渐生渐养，随处生在荒山僻野之中。即使有花，花色不艳，姿态不娇，实难跟宫里的鲜花相提并论呢。妹妹拿这些给我们做香囊，是想讽刺我们吗？这花虽然生在荒野，但是香气逼人，民间都是用它们来缝香囊的。这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张嘴！诺，哎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姐姐，姐姐放肆！皇后万安。免礼吧。谢皇后。真是目无尊卑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下人，居然敢顶嘴。皇后，他们不光讥讽后宫嫔妃，还犟嘴动手，这次非得重重教训他们不可。哼，你说我是该教训他，还是教训你们啊？你们2个已经入宫多时，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身份，故意刁难他人，吐口舌之争容易，羞辱别人也容易。可是，这是后宫的相处之道吗？是皇上愿意见到的吗？本皇后来了，你们还要搬弄是非？你们眼里还有皇上，还有我这个皇后吗？皇后恕罪。你们刁难的是魏姬，应该向她赔罪。请皇后不要责怪2位姐姐，她们也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她们说的没错，奴婢也觉得山花难比宫华艳。她们只是想教导奴婢宫里的尊卑礼数，奴婢受教了。奴婢只求与大家和睦相处，结姐妹之情。果然是皇上心坎里的人，宽厚又知大体。你们2个，与其花时间多嘴饶舌，还不如好好去养养性情，修修品德。臣妾谨遵皇后教诲。以前我们只是有些误会，正如我所说的，后宫纷扰非皇上乐见。以后我们就好好相处，再无芥蒂，一起弑君，好吗？奴婢不敢当，奴婢只求皇后能明白奴婢的心。放心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既能帮皇上分忧，又善待姐妹，为我分忧，就是我的好妹妹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到后宫有争斗、宫劫的传言。大家要同心同德，互敬互重，
服侍皇上，知道了吗？谨遵皇后训诲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放这儿啊。嗯，小心啊。知道了。母亲，这些全是皇后送过来的，没想到吧？佳儿，礼物都可以照单全收。只是食物嘛，我可就不敢吃了。谁晓得里面有没有？你不要命啦！易叔叔，易叔叔，没事吧？我本来有命的，被你这么一拍呢，我就没命了。我不是怕它有毒吗？嘘，皇后所赐，你竟敢说有毒？嘿嘿，你放心，如今什么形势啊？皇后哪敢惹是生非啊？要真是这样，不就和你一样傻了？吃啊！喂。这个世道可真够现实的。太后刚赐了子夫花露游了湖，皇后就马上见风转舵，来拉了我们子夫了。哎呀，你看事情真简单呀！哎，你看啊，就像这流心糕，外皮虽然是甜的，但里面的馅儿呢却是咸的，表里不一呀。所谓拉拢呢，当中大有文章。易叔叔，那会是什么文章啊？嘿，我女儿问你话呢，你说呀，答不上来啦。哎，好啦，是什么文章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跟他们终于有机会和平共处了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诚心以待，他们会接受我的。是。接受他？哼，我看到他就想吐。我堂堂一个皇后，竟要讨好一个佳人子，还要以姐妹相称。如今连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都对她另眼相看，我们怎么好再从中作梗？那些环柴尔道也很贵重，真是便宜了他。如今你跟皇上之间的隔膜渐深，你就不得不忍上加忍啊，娇儿。想不到这个贱人如此有心计，先是甘丹、狐媚妖姬这污名，一个翻身，原来是替皇上办事，还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，功他全领了，我输得好不甘心啊！要论输赢，现在也太早了。他既然故作大方得体，你就要好好利用啊。现在他就是带你回到皇上身边的小舟，你暂且当他是一条船，用完即弃不就成了？可是我一想起他那故作善良的模样，我就觉得矫情。什么和睦？讨厌！后宫要是能和睦，那猪狗都能升天了。哎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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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母亲，好痒啊，越来越痒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这玉燕粉是薛御医祖传的秘方，韩嫣说当年曾轰动民间，让不少本来无所出的都能怀胎，十分的有效。可是母亲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太痒了。哎呀，就算受不了了也要忍啊！你若真的想把它压下去，现在就只有一个字：忍。来，好，待我怀上龙翼那天，我一定要那贱人百倍偿还。你在画上贴上这些雨点是什么意思？望陛下雨露均沾。你就是喜欢将我推给其他人吗？娇花翠叶得成雨露，才能开得艳丽，宫中才能美景长存吗？我知道你识大体，可我也不想你心里难受。不会的，子夫只想宫中和睦，这样陛下才能真正无后顾之忧啊！贤惠如你，怎会不叫人动心呢？
即使雨露均沾，满庭花娇，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也只会住一株幽兰。启禀陛下，皇后求见。陛下晚安。晚安。参见皇后。起来，起来。臣妾不知魏姬也在此，阻扰了陛下与妹妹。无妨，朕只是在作画，遂传魏姬来侍酒。这里繁花似锦，难怪陛下有此雅兴。臣妾刚得了一盆晚香玉，此花只在夜间盛开，芳香浓郁，想邀陛下一同欣赏。啊，要不魏姬也一起去吧？奴婢谢过皇后，今日奴婢身体不适，想回去歇息，还望陛下皇后恩准。既然累了，那就好好休息。那你先回去歇着吧。诺。看着皇上和他人而去，心里很难受吧？不舍是有，没有难受。刚才卫青来过了，提起你们母亲的寿祭，说今年兄长姐姐们回长安，问你能否相续。没想到，这么快1年又过去了。去年就没赶上，那今年……自从我们一家分散各地，每年就盼这一天，与兄姐们共聚天伦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深入宫门那是说出去就能出去的。可是我真的很挂念他们。子夫啊，去年出不去是因为皇上不在，可今年皇上在宫里，而且他现在还这么宠你，这么疼你，只要你跟他求情，他一定会让你出去的。说的也是啊，我常占帝宠，已经惹来不少怨怼，岂可再恃宠生骄，坏了宫中的规矩？姐姐，我这个好，香气浓郁，是桂花香，真不错。我这个才好，颜色鲜艳，是芍药吧？我最近啊，总觉得头痛眩晕，目赤肿痛。有了你这菊花香囊，散风清热，看来很快就会好了。你们手上的都不及我这地黄香。是啊，皇后何等尊荣，就只有地黄香才能相称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我这个是吗？这里好热闹啊！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月圆，皇后既邀大家晚膳后赏月，皇后是主。朕刚才不让通传，就是不想打扰你们的兴致。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魏姬好厉害呀，她亲自采花为大家缝制香囊，更难得的是，每个香囊都不一样，是依妹妹们的喜好特别缝制的。你倒花了不少心思。能合姐姐们的心意就好。你看我们这么高兴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没有白费。陛下，这回妹妹该赏了。
那皇后认为该赏什么？只怕金银财宝入不了妹妹的眼。那日我见一侍女躲在一角哭泣，一问，原来是私家。魏姬进宫以后，从未探望过家人，想必魏姬也是个恋家之人。陛下可否恩准魏姬出宫，与家人团聚呢？不可，毕竟她还只是家人子，不能因为她破坏了宫里的规矩。还以为她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哼，没想到，这比起你等他出宫以后由你趁机独占皇上，还要更加让人宽心啊！可不是，皇上回绝她的时候，她那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哼，我想想就开心。娇儿，你也别太放心了。皇上这么回绝她，倒不太像平日的皇上。哎，会不会？皇上始终是皇上，怎么会专宠一人？等过些日子腻了，自然就会换人。可是皇后始终是皇后，她说过不会离弃我的，这诺言看来真能守下去。当然希望皇上能够信守诺言，但你一定要怀上龙胎，生个皇子，这样你的皇后之位才能更加稳固。我知道，母亲，这玉燕粉好像越来越痒了。这次啊，薛姨姨加重了配方，药力更强，你可一定要忍。母亲你只管放。那卫子夫看来是朝不保夕，待我有了龙印，看他还怎么风光。好。还差易叔叔的烤肉东西就齐了。不知道卫青他们买了什么酒祭母？皇上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连皇后都开口了，他居然还是不许。依我说呀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心肠硬，再疼再爱也只会跟你讲规矩。也不能怨皇上，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万事都要顾虑周全。我现在有你们母女陪我一起祭母，也很好啊。祭拜之后，我们要痛快的吃喝，母亲要看着我们开开心心的。花椒烤肉来喽！哎，其他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都好了啊。先去蔚兰亭那边叫酒拜祭。哎，走。魏姬，皇上召你现在去湖心亭，魏姬今天恐怕难以分身了。诺。闷吗？不闷。看来该奏乐助兴了吧？诺。我虽然不能破例让你出宫，
却能召他们进宫，所以一直在暗中安排。那天在交房殿，皇后提出让你出宫，我也曾犹豫，要不要继续隐瞒你。如今看到你惊喜的模样，我就知道，当日的决定是对的。这次你安排得很好，朕要好好的赏赐你。其实臣也没做什么，只是待魏姬离开了，跟懿寒、喜娘说了声，他们就配合布置了。朕不是说这个，若不是你，朕不会知道他与家人一年一聚之事，也不会看到他如此爽朗兴奋的笑容。臣只是偶然从卫青那里得知，向陛下一提罢了。没想到陛下会花这番心思，这番心思值得花。当时朕回绝了让他出宫，看到他那么失望难受的模样，就觉得心痛，几乎都要把事情说出来了。幸好陛下没有说，要不然就没有魏姬现在的惊喜和高兴了。这份雀跃，必永存他心间。这也不枉朕陪他难受多时。臣不阻陛下家宴，先告退了。好。你们别拘谨，今日是魏家的家宴，就当朕来沾光好了。你们就像刚才继母之后，姬月唱歌时那么畅快自在就是了。朕先敬你们一杯，喝过这杯之后，大家就像家人一样，畅所欲言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叫！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谣很有意思，是民间常唱的吗？是我们乡间一位夫子编的，好让学生们容易记得他所教的处世之道。他教得很好，要是天下人都学他的处世之道，那就太平了。这夫子还在吗？朕真想重重赏他。那回雨灾，各自逃难之后，就没有人见过周夫子了。真是可惜啊。那除了周夫子这歌谣，你们小时候还有什么趣闻轶事、湘谈风俗，说来给朕听听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是穷乡，孩子们都只在沙地上田埂旁练习写字。对，姐姐呢喜欢在晒着干花干果皮的鸡上画字。姐姐学字啊，学得又快又好，周夫子啊最疼她了。所以子夫啊很招人嫉妒。但他常说要守夫子的教诲，所以他一知道有人因为他而心里不好受，他就会费尽心思的去跟人家和好。
不是要说风俗，怎么说起我来了？这个朕爱听，继续说。那我说了，姐姐最拿手的就是她的蒸饼。是啊，好特别的蒸饼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是粉团里加了蒜，所以比较香。快有2年没有尝过子夫做的蒸饼了。陛下如不介怀，奴婢这就去蒸饼，有叶寒叔叔还有沈家他们帮忙，很快就能好。好，你去吧，朕也想尝尝你做的蒸饼。诺。别因为他走了，大家都停下来不说了。朕真的想知道些民间的趣事，继续说。回陛下，我们小时候喜欢放竹筒灯，拿竹做船，把愿望写在上面。这个子夫最爱玩了。对，我们常玩的。可以为人祈福。竹筒灯，朕好像见他做过。上面放花瓣，对吧？没错，还有一阵儿，我们还爱玩结发。结发？参见陛下。看此发丝，有粗有细，非一人所有，是男女定情之俗。你将此物随身携带，想必它的主人是你朝思暮想之意中人吧？到底是谁？是臣数年前戍守边关时相识的女子，不过如今那女子已嫁作人妇。臣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欺君何罪？臣愚昧，未知陛下此言所指。臣万万不敢欺君。你跟朕说你与关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这又是真的吗？你还敢说没欺君？陛下，请听臣解释。你无需解释了。此事已有证人，卫青。陛下，段宏，你为何要隐瞒朕？可知欺君之罪，论罪当斩。段大哥呀，段大哥，我们小时候乡间玩的那些玩意儿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这什么记性啊！差点让我们全家笑话皇上，让皇上失礼呢。正是，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但原来中土就有，你小时候也玩过。昨夜他们说起结发之事，朕还反驳，你叫朕在人前出丑。臣实在不记得小时候也玩过这种结发游戏，心里只挂记着关外那段情缘。臣没有欺骗陛下的心，求陛下明鉴。朕知道你是把儿时的玩意忘了，可朕问你民间的风物习俗，不单是好奇，还真是想多了解民生民情。你若不进不识，那岂不是……臣罪该万死。若朕就为此杀你，恐怕朝堂之上没人能活了。幸好这次只是在子夫家人面前，若换成是宣示朝议，让其他大臣指证出来，朕可是英名有损呐。臣知罪。你帮朕安排子夫与家人团聚，朕说过要赏你，那就功过相抵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这次的脚底戏跟以前的大不相同，戏台要够大才气派，又可以让宫里更多的人观赏，增进大家的感情。既然皇后有此安排，段宏，到时候太皇太后也会来看戏，戏台上下的侍卫如何分配，你全权安排。诺。关于建台的工匠，臣妾已经安排好。各宫殿的人也都通知了，陛下只要来看戏就好了。
皇上！你没事吧？陛下圣安，皇后万福。免礼吧。全部安好。魏姬请放心。太好了。魏姬怎么会去摘鸟巢啊？因为听说这儿后2日要砍树建戏台，奴婢担心。你怕雀鸟巢清蛋碎吗？鸟已下蛋，虽然弱小，但始终是生命啊。朕倒没想过会伤及雀鸟。皇后，在这里建戏台，要砍不少树，不如像往常一样，在殿内看戏。那就在殿内看吧，陛下喜欢就好。我已通知各宫殿要建台演戏，现在才说不建，就为那雀鸟下蛋，岂不是怪我不能生？皇上还在下人面前甩开我，去救那贱人，让我这皇后颜面何存？娇儿，你动气也没有用啊，不如调养好身子，带着偏方见效就好了。进那奇痒无比的玉燕粉，吃那些古怪难咽的苦药，再服那些滚烫的玉石，如今还要扎针。娇儿啊，你不会白吃这些苦的。若有人敢让你白吃苦，母亲定会替你追究算账。到时候只怕有人保不住项上人头呢。窦太主，小人献上的宝石越来越亮，殿内赤海棠也越开越盛，皆乃吉兆啊！喜事自会到来。皇后，臣已经准备好。薛御医，给皇后瞧瞧。薛御医，快点儿！春莲，皇后近来胃口如何啊？回窦太主，皇后近来胃口不好啊。哎，院士来了吗？没有来。真的呀？哎呀，哎，薛御医，皇后究竟怎么样啊？薛御医，你快说啊！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应指圆滑，回旋前进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快说呀！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，是喜脉。真的？哎呦，娇儿，真的。拜相天成，确有容易。不过皇后一时受不住大喜大悲，依臣之见，为了龙胎，请皇后一切格外小心呐。不枉小臣千挑万选，把薛御医找来为皇后诊治，总算没白费心思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！好，好，好，本公主一定重重有赏啊！哎呀，这下你苦尽甘来了，快去禀报皇上和太皇太后啊！哎，母亲，不用急在一时，我已等待多年，终于喜获龙翼，我才不要这么轻易的禀报皇上。唱优们都准备好了吗？禀陛下，这场东海皇宫是大戏，衣服道具颇费时辰，可差不多准备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开始了。怎么还要我们等啊？不如韩大夫先给我们表演一场。上一次韩大夫唱戏，讨了太皇太后不少的赏赐呢。臣最近得高人指点，学会了别字之术。陛下要是有兴趣，臣愿意献丑。陛下，要不就出个字，让韩爷测一测，就当解解闷儿啊。皇后就是喜欢这种荒诞玩意。今日春季刚过，赏花同乐，歌舞助兴，朕就出一个“想”字让你测测。想。陛下大喜，
这是汉室之福，请受臣一拜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，如何大喜呀？回太皇太后，这享字上有屋檐，檐下有口，民之兴衰，丁口为重。口下有子，这是子嗣啊！这享字出自皇上之口，果然是吉兆。臣斗胆断定，在奏后妃之中，必有人也怀有容意。你怎么了，娇儿？你怎么了？娇儿，是不是饮多了，要回去休息了？其实娇儿近日食欲不振，还常常觉得恶心难忍，头晕乏力，晚上又嗜睡多梦。那是否看过御医？臣妾看过御医，御医说皇后有了身孕。真的吗？是。此等天大喜事，为何不早说呢？臣妾是想等再稳妥些，因为毕竟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子嗣，所以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速传太医令。恭喜陛下！你这字测得奇准，朕必重赏。谢陛下。恭贺陛下，喜得龙翼。好，不枉娇儿一直小心饮食，调养身子，终可为皇帝添子添福，为皇宫添生气。你们可都要以皇后为榜样，为我大汉延绵子嗣，开枝散叶呀！谨遵太皇太后教诲。本来我以为未姬深得皇宠，必会先有身孕，没想到上天眷佑，给我这样的机会。哎呀，娇儿，你也别太自谦啦。从来子息天地，定是上天福泽善人，佑我大汉，才让你得这龙胎啊！窦太主说的是。的确是天恩浩荡，福泽皇后。恭喜皇后。魏姬说得好，待会儿太医令诊断确切了，你们都有赏。谢陛下。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。龙胎可安好？太医令，你可要多为皇后开些进补的方子。皇后现在不宜进补。难道胎儿有事？其实，皇后没有身孕。皇后说，曾有御医诊她有孕，可你说没有，到底谁对谁错？皇后确实没有身孕，而是患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病症，胃气充斥内腑，使上腹胀痛，导致食欲不振，恶心难忍，头昏乏力及嗜睡等反应，症状与害喜几近相同，判断失误也是难免啊。什么？何为症状几近相同啊？你医术不精，别在这里胡言乱语。皇后是否喝过混有艾草的药食？民间有助孕的偏方，常会添加艾草。这些艾草具有驱寒收血之效，也会导致月事不顺，常令人误会有喜。而且御医应该给皇后施过针灸。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没有你什么事儿了，退下去。诺。
皇后既然是病了，那就好好调养吧。娇儿，不要太过伤心了，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现在调养好身子，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祖母是不是累了？啊，是啊，今天是的确有点疲累了。那孙儿先送祖母回宫吧。你们继续看戏尽兴。不过皇后身体不适，也不宜玩得太过。